老板挑得不错啊。你也挑得很好。对了，支票我收到了。其实你不用那么客气。我不是客气，我是太不客气了，想要的更多一点。心脏啊，别再跳了，不是这样子的。我怎么会吃醋呢？一定是我喝多了才会这样胡思乱想的。不能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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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接。喂？你在哪儿？我在门口。你的专长是乱跑吗？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出来。等，反正我也跑不掉，不如死得痛快些。能不能帮我把羽绒服拿下来 ？Thank you。Thank you， 大老板。你跑出来干嘛？回家。我送你回去。不用了，不用了，不麻烦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这么麻烦了，我自己可以回家的，真的。说。那个，之前严总跟我说，风小姐，她根本就没有去欧洲啊。然后呢？居然问我然后呢？老板反应就这么淡然啊？那个，那你为什么跟我说凤瑶姐她去欧洲了呀？我有吗？有啊，当然有啊。那你就当成是口误吧。老板，你还能更无耻一点吗？不过，也许真的是口误吧，不然老板有什么理由骗我呢？总不会是为了骗我和他一起吃饭吧？不可能。刚刚跳舞的事情只是个误会，他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也要向我解释，叫我不要误会？难道？那个，我可不可以误会你喜欢我呀？偶尔误会一下也可以。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呀。这个不是应该有企图的人先说出来吗？什么意思啊？老板的意思是我先对他有企图。我？你没有吗？我才没有呢！那是谁给我发图片又发短信呢？我可不喜欢你啊！因为你太幼稚。
干嘛？大不了你开除我呀，我才不怕你呢。如果你开除我的话，你就更幼稚。爱是风中的诺言，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许下了诺言，这份爱没有期限，绝不会搁浅。让我亲吻你的脸，留下最美的瞬间。爱你，我愿守在你的身边。到了。谢谢你啊。珊珊。我有2个问题想问你：你每天为什么要来我的办公室？还有你每天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吃饭？都是因为我的命令吗？如果我的命令真的是圣旨的话，那么你刚才就是一个乱臣贼子。我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清楚。晚安。不行，昨天晚上喝太多了。
这些应该不是真的，是幻觉，一定是幻觉。哎呀，小姑娘，阿姨好。哎，昨天晚上送你回来是你男朋友对不对？啊？哎，看上去蛮有腔调的，人老高的，蛮相对好的呀。还有车子，哎，老有钞票对吧？你福气蛮好的，福气蛮好。居然是真的！啊！完了完了！居然是真的！救命啊！双姨，陪我去逛街吧。你怎么在这儿？你吓死我了！还等，你疯了你！大早上起来逛什么街呀？我还好多稿没改完呢，我陪不了你。哎，双姨，明天就得交稿。那个，有话就说。那好吧，那你先忙吧。我有空再问你。哎，薛珊珊，你能别这么磨磨唧唧的吗？你有什么话你就问，行吗？我最受不了这样了。双姨，哎，你说，如果一个非常完美，然后又很强大的一个男生，向一个很一般的女生表白，那怎么办呢？要是小说的话，那这个女猪就赶紧接受啊，然后作者就能截稿了，然后就可以玩游戏、吃大餐、逛街。那如果不是小说，是现实生活中呢？现实啊，现实就是天上掉支票，赶紧捡呗。哎，不过，剪完以后赶紧，该摸的摸，该砍的砍，然后马上扔掉。为什么呀？你这个小笨蛋！这种支票一般是空头支票，也就是说，那个是换不了1分现金的。对，这种感觉，确实像是捡到了一张空头支票。薛珊珊，你这只女猪千万别爱上那头狼。猪爱上狼，哎，这个好啊！哎，就写这个，太好了，太好了！我虽然没谈过恋爱，但是身边有个写爱情小说的家伙，也是看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爱得死去活来。曾经有个室友跟我说，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你了解的，找你看得懂的男人，否则再好也得三思而后。换而言之，找男人还是要找自己能 hold 得住的，而不是找一个谜语。不能直接猜中谜题，那去问问场外观众呢？不行，李叔跟老板的交情太好了，万一把我的少女情怀给出卖了，那我以后在老板面前岂不是更抬不起头来？还是算了。Sometimes you wonder, what if you could rewrite the moment? Sometimes I figure, there's another locking imperfection. Sometimes you've been hurt, then you learn to think about and feel more. Sometimes you've been bored with the life through hate. Always be amazed
is always keep the pace in the lifetime game. 1, 2, 3, 4. 老板娘，给你钱。哎，怎么啦？再来啊！突然找我吃面，没来这边，事儿吧？来这边坐。我被告白了。吃点什么？谁呀？封腾，大老板！我的妈呀！那你答应他了？没有，一口呛他，直接拒绝，我不喜欢你。珊珊，你还真是一个烈女啊！哪什么烈女啊？那是因为我喝多了。不过我想过，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的话，我应该不会那么说。至少人家是大老板嘛，总要婉转一点的拒绝。哟，后悔啦？六六，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卖后悔药的？如果有的话，我要不要吃呢？唉，珊珊，我告诉你，这大人们经常有的时候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你想啊，要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会有很多矛盾的。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喜好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也不同。所以我劝你三思啊。那六六，那你跟尤成浩，你看，你还是不笨的，知道我要说什么。我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样本了，唉，所以啊，我劝你还是多想想吧。我是不是泼你冷水了？被告白当然是件很开心的事儿了，尤其是被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告白，这样的感觉应该堪比中了500万吧。现实，现实就是天上掉支票，赶紧捡呗。哎，不过捡完以后赶紧，该摸的摸，该砍的砍，然后马上扔掉。为什么呀？这种支票一般是空头支票。但是珊珊，别做灰姑娘的梦了。这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从此以后可能会幸福美满。但王子和灰姑娘在一起，这个灰姑娘是不可能成为公主的，她只会成为侍奉王子的仆人。你想啊，这你从一个小房子去一个大皇宫里去侍奉别人当仆人，是多累的一件事儿啊！所以珊珊，你的拒绝是对的，拒绝当她的灰姑娘，当你自己人生当中的公主吧。珊珊，该去老板办公室补血了。啊？有啥好补的？现在满血格，走，一起去吃饭。哎。一连好几天，老板没再叫我去办公室吃饭，也完全没有从琳达那边来的讯息。这似乎才是我这样小角色正常的上班节奏。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呢？这个金额一定要把它算准了再往上面填，一个小数点就会为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的，一定要记住。珊珊，你把你的问题跟他们说一下。珊珊，珊珊，把你的问题跟他们说一下。就是啊，你看啊，就是这个血格不超过500元，是吧？
行了，对，多喝点，肯定累了。你吃啥吧？我给你进荷包蛋。不用。那个以后肯怕会回来的更早。他们家那破房子，它房顶漏了，然后房东就说呀：“你说这天下雨，还有这房子漏，我都管不了。所以呢，这房子他没法修，所以呢，他就没地儿住去。你也不能让他睡大马路上嘛，我就让他过来住一阵儿，行吗？”哦，杜凡要搬过来住啊？哦，我那个生活习惯特……你别说，那个他没事儿，他没那么多事儿。你要是不愿意，我就让他走，没关系啊。不是，双姨，我最近也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我想搬出去。不，珊珊，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那算了，让他走吧。哎，不是，我是真的想搬家了。等我成为正式员工了，确定在上海待得下来了，我就搬出去住。你看这家这么小，都快塞不下我了。而且，你看东西都快漫出来了，你也不好算我房租，对不对？我也不能总这样下去吧。亲爱的，谢谢你了。你从明天开始给珊珊找房子，听见没？没问题，你小房子全都包在我身上。咱不着急啊，你就跟这儿住着，没事，咱什么时候找着合适，什么时候搬，你就住上3个月、半个月，不是半个月，半年，然后1年都行。我可以让你见不到他，你，对，麻烦你帮我找房子吧，好不好？那我上网了。哎呀，你快走吧。快点！你会不会扎呀？你扎。哎呀，你别太贵的啊，他可没钱。哎，这个我能让可以吗？你扎，这个粉色的。好。柳柳说要当自己人生的公主。可惜公主真难当啊！别说梦想豪气万丈的城堡，就是要帮自己找个小小的窝，代价都不小呀。这世界上有10平方米的公主吗？我到底让不让你点我呀？我为什么要躲呀？丽叔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之前骑车那么厉害，现在打球也是相当勇猛。难道这就是所谓同一个世界的人吗？哎，丽叔，你这个球技退化了不止一点半点啊！退化退步好吗？我这每天这么忙，哪有时间练球啊？啊，忙就不运动了。谁呀？周小薇啊！你这也太明显了好吗？你只有对自己特别不喜欢的人才是这种表情。你跟周小薇多跳了一支舞，珊珊生气了。跳舞啊？什么情况啊？就是在年会的时候啊，你们两个大八卦能不能稍微有点礼貌啊？当我是透明人。哟，真的心情不好啊？跟珊珊闹翻了？从来就没好过。什么叫闹翻啊？我还有事。丽叔，你坐。哎。什么情况？哎呀，我就知道他对薛珊珊就是一时的兴趣，肯定不可能当真的。哎，还早呢，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啊？去了不就知道了。哎，切出来，切出来！不要内线3分，求3分！再来一分！
不错吧？我就知道你会喜欢。不错，你怎么知道这么好的地儿啊？冠军球赛的时候约一下啊。好啊。哎，像你喜欢的地方都这么霸气啊？差不多吧。不过女篮也挺好看的。好看。虽然说风腾也挺喜欢运动项目的吧，但是你确定风腾会喜欢一个女孩喜欢运动项目的程度比他还疯狂吗？哎，你到底有多喜欢风腾？哎，说喜不喜欢都有点矫情，心里走着牵挂他是真的。那你要喜欢他，你就表白啊，这才是你隶属的风格嘛。哎，你觉得依风腾这么骄傲的个性，如果我表白不成功的话，我们还能做朋友吗？哦，这就是你在美国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原因吧？什么意思啊？你看你啊，你本来是我们学妹。那一年，风腾交了女朋友，你突然就消失了，转学了。那年暑假，风腾跟他女朋友分手了，你又突然飞回来陪我们过暑假。大4那一年，风腾又交了女朋友，你突然又消失了。进了！恭喜你！那是巧合。其实我觉得风腾对你挺好的，不像是没感觉。你别跟我玩套路啊！休想套我的话。哎，你说一般男孩看到像你这么爽朗、这么漂亮的女孩，是不是都会喜欢？但是风腾不是一般人啊。对，风腾可不是一般人。可能吧，可能有一天我会亲口跟他说的，但是肯定不是现在。现在，薛杉杉风头正劲。我跟你说啊，风腾的性格呀，不但骄傲，而且还狡诈。他要喜欢哪个女孩，他绝对不会先开口，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那个女孩先开口。如果那个女孩迟迟不肯开口的话，那就说明他输了。我就是讨厌他那么霸道，因为你也这么霸道。